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另一集嘅 Man on Wheels。唔知道大家住嘅地方方唔方便踩單車呢？即係可唔可以一出門口就攞部單車開始踩？我自己就好彩啦，住喺一個較為偏嘅郊區，周圍都係山路，又冇乜車，可以話係踩車嘅天堂。但間唔中都會揸車去一啲遠嘅地方，同其他車手會合。咁今日嘅題目呢，就同運送呢個單車有關嘅。咁如果你係揸車嘅，大部分嘅新手呢，通常都會就咁放部單車落個車尾箱度啦。就算個尾箱唔夠大，瞓低後面嗰張凳呢，都應該夠容納一部單車嘅。問題出現喺如果你想放超過一部單車，同時間你又要載好多人嘅，咁就變得好困難啦。所以市面上就有好多唔同嘅專係為運送單車而設計嘅單車架。最平嘅係呢一款直接放喺個車尾箱上面，用呢啲類似尼龍繩嘅嘢嚟固定喺個車身上。我之前都試過用呢一款嘅設計，但係梗係覺得唔係好安全咯。另外一款嘅單車架呢，就係用呢一個正方形嘅接駁位，大部分嘅原廠車都唔會跟呢一塊咁嘅嘢，要自己額外裝上去咯。有咗呢個連接位呢，你就可以拖櫃啦，或者裝呢一類型嘅單車架。呢一款呢，可以話係最多人用啦。我自己覺得就係最安全同埋最容易上落嘅款式。唔好處嘅地方呢，就係會阻住你倒後鏡個視線啦，同埋你泊車比較難啦，因為你後面突咗出嚟。有啲設計呢，就令到你開唔到個車尾箱嘅，同埋個單車架真係好重，唔用嗰陣時會比較壓位。另外一款單車架呢，就係直接裝上喺個車頂上面，通常個型號呢，都要跟翻你嘅車款個車頂嘅長度同闊度啦。通常你見到單車比賽裏邊嗰啲支援汽車都係用呢一款嘅，大部分嘅人裝上去呢，都唔會諗住拆翻出嚟噶啦。呢一個設計最大嘅問題就係樓頂較為低嘅地方有機會撞爛你部單車咯。OK， 咁如果你揸嗰部車又唔可以裝呢個車尾嘅接駁器，又揾唔到啱你部車頂嘅 size 嘅單車架，咁點算呢？你可以考慮下呢一款吸盤型嘅車頂單車架，可以話係啱任何車用嘅。呢一款裝置較為輕巧啦，安裝方法非常之簡單，用幾秒鐘就可以成個拆除。今日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眼前呢一個新一代嘅電子吸盤型嘅單車頂架 Fofno M-Power。其他牌子嘅吸盤型車架係用手動嚟泵走吸盤同埋車頂之間嘅空氣，而呢一款嘅電子裝置開着咗之後，幾秒內就可以達到完全真空。同大家做個示範啦。首先咧，就安裝呢個警鐘裝置落你個車廂裏邊啦。你可以用尿袋通電，或者直接插入你嘅車裏邊嘅 USB 頭，抹乾淨個車頂啦，放個單車架上去，然後開着佢啦。個電子摩打一着呢，個警鐘都會同時間響啦。你可以用手輕輕咁撳個吸盤落個車頂度啦。當佢感應到適當嘅壓力呢，就會自己自動停止。OK， 而家可以拆走你單車嘅前轆，然後放部單車個前叉上去，佢就跟好多唔同 size 嘅車軸嘅接駁頭，絲剎或者碟剎都冇問題。OK， 扭緊前叉之後呢，我哋就可以安裝尾轆嗰個吸盤，放喺個車轆下邊啦，然後綁緊條膠帶，插條氣口落去呢一個 M-Power 裝置度，佢自己就會自動泵走啲氣啦。用跟埋嚟嘅帶綁實你個曲柄，等佢唔會揩花你個車頂。擺翻好個盒同埋個前轆，就係咁簡單。標籤話呢一款單車架可以承托每部單車高達20 kg， 佢呢個設計係可以一次過擺3部單車嘅。物料係鋁合金啦，防水功能去到 IP65，個電池容量係3400 mAh， 就跟呢個 USB-C 嘅插電線，總重量連埋個盒同所有士啤嘅零件大概7 kg 度啦。另外一個賣點呢，就係揸緊車嗰陣時唔需要擔心個吸盤會鬆出嚟咯，因為頭先講過啦，佢裏邊有呢個感應器啦，佢一感應到個壓力唔夠呢，佢自己就會自動啟動，開始泵走啲空氣嘅。其他傳統手動嘅牌子呢，就建議你每幾個鐘頭又停一停咁樣睇下個吸盤有冇鬆到啦。如果你唔停低部車嚟檢查，你係唔會知道有冇鬆到嘅。攞部單車落嚟係非常之簡單嘅。
掹走尾轆條膠帶，鬆開前叉，成部單車就咁可以攞落嚟，放翻個前轆上去，上緊走得。拆走個單車架真係用幾秒㗎咋，唔係講笑。熄咗個開關掣，掹走條氣喉，之後用手喺個邊位咁樣慢慢揭開個吸盤，就係咁簡單。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用 PS 畫自己部單車會變成咩樣？最近我喺 IG 見到一個 artist 專係畫公路車嘅，佢個作品超過100幾部唔同類型嘅單車，畫出嚟嘅設計可以攞嚟做 wallpaper， 印上衫度，印落個杯度，想點都得。不妨去參觀下佢嘅作品，我會喺下邊留低佢 IG 嘅鏈接。OK， 呢個 Fafnir M-Power 睇落去真係好似唔錯喎，但係最大嘅疑問就係呢款設計嘅可靠程度去到邊呢？部單車會唔會揸下車飛出嚟呢？所以我就借咗我朋友部快車嚟做一個測試，唔知道呢個車架會唔會承受得到高速呢？ Let's find out。如果你中意呢條短片，就記得俾個 like、訂閱同分享。今日就講到咁多啦，多謝收睇，下次見。